這個是一個 podcast video 啊，我們來聊一聊，又是關於 Airbnb 相關的新聞。我上一個影片我也是有做過類似，我們也是有討論過類似這樣子的話題，那就是那時候有講到政府要開始整頓 Airbnb 這個領域。那個時候新聞內容主要是針對國會他們在提倡的東西，他們提議的東西。OK，so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新聞啊，今天拍攝時間是11月25號嘛，沒有記錯的話是在幾天前，我就看到有一則新聞，我自己看到也是surprise 了一下，也是有被 stun 了一下，那就是雪蘭莪州政府 ，OK， 雪蘭莪的州政府也是開始推出和 Airbnb 相關的政策，它的政策是什麼呢？我長話短說 ，OK， 然後等下我們慢慢會討論。那就是最核心的限制，他們會把每年能夠運營的天數限制在180天以內，就是說6個月了。然後，如果你想要運營超過180天的話啦，業主就必須向地方政府，OK， 申請這一個規劃許可證 （Planning Permission） 啊，或者是 Kebenaran Merancang，OK。然後第二個那個新聞裡面的內容啊，也是有提到的。第二個政策是什麼呢？就是所有經營者operator， 剛才是那個是業主，就必須向地方政府還有旅遊藝術和文化部 MOTAC 進行註冊，要拿來身上。然後他們州政府那邊會有一個 whitelist 的白名單系統，只有合規的 operator 才能夠在 Airbnb、Agoda 平台上架，上他們的廣告，上他們的 listing。然後第三個呢，就是 sustainability fees 會收這一個可持續發展費用，但是這一個主要是針對租客啦，就好像我們平時去hotel， 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國人，我們只要是入住 hotel 馬來西亞的 hotel 他們都會給我們收一個 tourist tax 的，所以這個也是類似這樣子的東西。它主要的這一些被收下來的費用啦，主要是用來在州裡面的旅遊推廣還有環保的項目，就是來維護那一些旅遊勝地這樣子的費用啦，這樣也是 make sense 的。有遊客來觀光，也是要有人 maintain 的嘛。這樣沒有人來 maintain 的話，久了使用率高了，變壞了，wear and tear越來越多了，這樣子整個環境不美了，這樣我們的旅遊業也是會受到影響的。OK， 然後他也是有提到說，這一個 sustainability fees 呢，它是按照住宿的等級而定的。那是什麼等級呢？主要啦，它是有分成這幾個等級，那就是 homestays or Airbnb 他們就收2塊錢，然後 3-star hotel 3塊 ，4-star hotel 5塊，5-star hotel 7塊所以 Airbnb 的話還是在2塊錢而已的，不是說很大的費用。OK，so 這以上呢就是這一則新聞裡面的3大政策啦，我所找到的資料啦，所以如果有 miss out 掉的話，可能可以我會在這一個評論區那邊補上相關的信息。OK。但其實我想講這個東西呢，其實雪蘭莪州政府不是第一個推出類似這樣子的政策的。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啦，有記得的話啦，早在2023年大概5月左右啦，其實檳城州政府已經有宣布過執行類似的政策，那一個會更加的嚴，它完全不同的內容的。那個時候的政策是，只要是 residential title 的房子 condominium landed 也好 high rise 也好，只要是 residential 的 title 你就不能夠做 Airbnb 然後那一些 commercial under HDA 的，比如說 service apartment 那些 SOFO 等等的這些 commercial 的可以，但是也是 depends on JMB OK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你會反駁我講，也是有人偷做啦。OK，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因為你要知道一樣東西馬來西亞人就是這樣的咯。law 原本是有了在那一邊了的，但是沒有人要去跟的，有時候，然後政府要去取締，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就來搶我的飯碗，破壞我的飯碗。OK，you know what I mean？ OK， 我們言歸正傳OK， 這樣為什麼要有要推出這一個政策他在這一則新聞裡面也是有講到它的原因啦，主要是因為講回來這個雪蘭莪州政府的這個新政策
它主要是要制造一個公平的競爭啊，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們做 Airbnb 的話，其實我們是沒有受到任何的法律約束的，我們是沒有在任何一個法律框架下運作的，反而那些 hotel 他們 register as a hotel， 他們有拿 license， 他們需要有更加高的運營成本，拿 licensing 的成本等等的，然後有更加多的法律來管制這一個 hotel 的運作。Airbnb 沒有的，所以他們那一些酒店業者哦，他們就投訴咯。你看 hotel 需要那麼多 license 啊，各種各樣的執照費用啊、旅遊稅啊，然後其他的成本等等，反而 Airbnb 是沒有的，因為它在灰色地帶，所以相對來講，運作 Airbnb 的成本會比較低。給 operator 來講的話啦，我覺得是低很多了，他們的運作成本。然後這個是講到保護旅遊業一個酒店業者啦，但是另外一點，我覺得我自己也是認同的一點，就是社區的安寧啊，還有安全的考量。因為其實我見到那麼多 owner 啦，我見過那麼多 owner 啦，其實如果那一座 condo 本來是很多人買來自己住的話啦，我大多數聽到的 feedback 都是說不喜歡在自己住着的 condo 裡面有人拿來做 Airbnb。OK。即使那一個 Airbnb 的單位啦，不是在他們的單位隔壁，不是他們的鄰居都好了，其實他們都不太喜歡的。我個人覺得也是蠻 make sense 的。第一 ，Airbnb 的租客他們進到來，以為他們真的只是在你的房間，在你的屋子裡面用罷了嗎？他肯定是會去 facility 的嘛。I mean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啦，尤其是他們住上可能幾天啊，一個星期啊，還是2個星期這樣子的，他們一定會用到 facility 的。這些人用 facility， 各種各樣的人進來嘛，因為Airbnb 你的 turnover rate 是很高的嘛，你可能每一天都會在換租客，或者是幾個星期換租客，所以變成你有各種各樣的人進來，然後使用率很高。變成那些 facility 的維護就一直要做 maintenance， 這些是誰來承擔？大家一起承擔的哦，對不對？他們也是住在裡面的，所以相信我遇過很多，他們都是會有這個 feedback， 他們都真的不喜歡。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安全還有安靜程度啦，因為我們很難控制到租客的 profile 的。OK， 如果我們拿來做 Airbnb 的，因為他們只是需要通過 Airbnb 的平台或者是 Agoda 的平台，他們輸入他們的基本資料，然後 log 這一張 credit card， 他們就可以租你的單位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做他的 screening 了嘛，他的 profile screening 了嘛，所以變成有各種各樣 profile 的人進來。這樣難聽講一句，如果真的是很不幸的遇上一些可能他們在玩的時候玩到比較嗨，比較開心，然後製造很多噪音，就變成會對那一邊的居民製造很多騷擾了。不要忘記，住在那邊的是一般的家庭，他們可能也是會有小孩。這樣如果有很多陌生人這樣進進出出的話，給我啦，我也是不放心我的孩子住在那一邊啦。OK， 尤其是我講，可能周末我要帶我孩子去 facility 游泳啊、playground 啊、走走啊這樣子的。所以這個我自己也是會想到有這樣子的 concern， 所以我相信這一個 concern 是大家不會反對的啦，對不對？that's why 之前在國會的時候，他們也是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說要 regulate 這一個 Airbnb 的領域。然後現在馬來西亞的第二個州屬已經開始他們宣布他們即將在2026年1月要開始執行。OK， 所以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我是覺得是好事啦，雖然我本身也是有賣一些項目是投資拿來做 Airbnb 的，它很明顯擺明給你知道，這個你拿來投資很好做的 Airbnb 的，因為那一邊當地的需求很高呀。所以如果現在只是發生在雪蘭莪州的話啦，我相信慢慢其他的州屬，尤其是那一些很多拿來做 Airbnb 的那些地方啊，馬六甲、johor可能東馬也是有沙巴 KK 那一邊，我不知道，可能他們開始會慢慢效仿了州政府。OK， 但是還是那一句啊，這個是政府 set 下來的 law， 然後到最後啊，其實更加大的權力還是在 JMB 啊 management 那個 committee 那一邊的 MC 那一邊的，因為只要有大部分的居民他們是反對在這一座 building 裡面或者是這一個 property 裡面運作 Airbnb 的話呢，
你不用看政府的 law 了，你的 house rule 就是最大的 law， 你就不能夠做了的。OK， 呀、所以我講回來，為什麼我覺得好呢？因為我總是相信是這樣了。我在上一支 video 也是有講過的，在一個領域，如果是有一個好的法律框架下去管制所有的這些活動的話呢，那些業者、那些運營者，他們就不會亂來，包括了收費啊，還有他們的服務素質啊等等的，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發生什麼事情的話，有什麼事情需要投訴的話啦，至少租客也好 ，owner 也好，還是誰都好，他們至少有一個真正的平台和管道，讓他們去提出他們的訴求啊，還是 complain 啊等等的。因為目前沒有的嘛，對不對？ I mean， 我自己想到的啦，如果你租 Airbnb，租客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你最多只是通過 Airbnb 那個平台去 complain， 然後自己私底下解決呀，所以變成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會發生啊，對租客不利也好，對 owner 不利的也是時常發生，所以造成 owner 面臨很大的損失，我們都看過 ，OK，so 呀。政府會要 regulate 這個東西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些人會問，為什麼現在才來推出呢？每一個領域都是這樣子的，就好像以前 Grab 剛剛 I mean before Grab 是 Uber 嘛，那時候剛剛開始運作起來的時候，它的活動量沒有那麼大的時候可能大家就覺得很新鮮哦，開始有人通過這樣子的東西來賺錢，然後久而久之啦。政府看到不行哦，這個活動量越來越大了，我們要有一個法律或者是一個 system 來管制這些活動，所以才開始有這一個 e-hailing 相關的政策，包括了叫那些 driver 去 register 他們的 license 啊，買那 commercial vehicle 的保險啊等等的。所以在 Airbnb 也是這樣嘛，因為這幾年才流行起來嘛，尤其是這幾年after COVID 這幾年真是相當的誇張。有一些真的是你一條街走下去幾乎每一棟樓都可以拿來做 Airbnb 的 ，OK， 已經是多到這樣子了。所以在還沒有變成泛濫之前政府就要介入咯，他們就要開始插手去開始監控這一個東西，不要讓它越走越歪。OK， 雖然現在可能還沒有發生或者是即將要發生，OK， 總之就是亡羊補牢啦，這樣子的意思啦，OK， 所以不知道你們對這一個 Airbnb 相關的政策有什麼其他的看法？又或者是如果你是在雪蘭莪州擁有 property， 然後是在做這 Airbnb 的話，現在你知道這個新聞了啦，你有什麼想法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我們一起交流一下。OK， 又或者是你在運作這 Airbnb， 你的單位做這 Airbnb 的時候，有發生過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也歡迎在評論區那邊分享你的故事啦。So， 視頻就到這裡，我的這一個 podcast 就到這裡。如果喜歡這支 video 的，記得把按讚分享出去啦，然後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是 Vincent Lai，我們下一個 video 見啦。